在我和傅锦修出国的前一晚，他的白月光赵圆圆约我去了酒吧。我眼睁睁看着赵圆圆灌了自己2杯酒，便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傅锦修的电话。我在夜色酒吧，赵圆圆挂断电话以后，挑衅地看着我。没过多久，我看到了傅锦修急匆匆地赶来，看到我也在他微微一愣，但还是直接将赵圆圆抱起来离开了这里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输了。傅锦修在公司加班，我在家里收拾我们明天出国要用到的东西。忽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我是赵圆圆，我在夜色酒吧等你。没等我出声，电话便直接挂断了。我紧紧地攥着手机，理智告诉我不要理会这个女人，但我还是去了酒吧。等我到酒吧时，赵圆圆一个人正坐在吧台前的座椅上，面前摆着一排酒。找我有事吗？我并没有坐下来，只是站在了一旁。坐。赵圆圆回过头来，露出她以往的笑容。我依旧没有动弹，只是这样静静地看着她。她站起身来，将我轻轻按在椅子上，随即她也重新坐了回去，然后端起酒杯，轻轻地摇晃起来。你说锦修会来吗？说完，她便直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然后直接拨通了傅锦修的电话。她还特意放在了我的面前，打开了免提。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。我喝酒了。傅锦修赵圆圆语气略带撒娇，但她却一直盯着我，脸上有说不尽的得意。你在哪？傅锦修的语气有一丝担忧。夜色，你在那里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傅锦修的话就如同巴掌一般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想起我今晚给他打电话时他的态度，还真是区别对待。大约20分钟以后，傅锦修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他看到我时微微一愣，但很快便走到赵圆圆的身边，将她一把抱了起来。你自己打车回家，我送她去医院。说完没等我反应，他便急匆匆地抱着赵圆圆往外走去。我自嘲般地笑了笑，然后也离开了酒吧。我坐在客厅里整整等了傅锦修一夜，天亮他才赶了回来。我们出国的时间可能需要往后延迟几天，圆圆她住院了。傅锦修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改签机票，还是因为赵圆圆，我不禁觉得有些可笑。你不觉得你应该解释一下吗？我的话让原本要回房间的傅锦修走到了我面前。他酒精过敏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去喝酒？没有任何的解释，一开口就是质问。果然他心里一直都忘不掉赵圆圆。我们离婚吧。昨晚的一整夜，傅锦修都未曾打过一通电话问我是否安全到家。我坐在沙发上等了他一夜，我告诉自己，只要他今晚回家了，只要他跟我解释了，哪怕是骗我，我都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但我等了一夜，等来的确是质问和责怪。你在闹什么？傅锦修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看着我。那我这样不是刚好成全了你们吗？我讥笑一声，一脸嘲讽地看向了他。你想多了，我和圆圆什么也没有，她酒精过敏住院了，你在酒吧难道没有发现她的异常吗？她浑身长满了红疹。听完傅锦修的话，我不禁觉得有些可笑。可能在他觉得我有火眼金睛，能在酒吧那么昏暗的灯光下看到赵圆圆浑身长满了疹子。我看到了怎么样？我没看到又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你是谁的丈夫？我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生气地朝傅锦修吼了一声。不可理喻。傅锦修皱了皱眉，黑着脸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直接回了卧室。看着转身离开的傅锦修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哭着打开手机，退掉了我和傅锦修的机票，然后重新给自己订了一张去法国的机票。3年了，无论我怎样付出，都抵不过赵圆圆的一分一毫。书房的门半掩着，傅锦修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。你乖乖的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傅锦修言语之间的宠溺让我彻底寒了心。3年来，我从未从傅锦修的口中听到过这般温柔宠溺的话。傅锦修从书房出来时，我还愣在原地。他看到我站在门口，张了张口，还是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从我身边掠过，朝着门外走去。傅锦修，如果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我们就离婚。我再一次提了离婚。我望着傅锦修的背影，期待着他能有一丝的反应，但是他没有，竟然连一丝迟疑的反应都没有。砰！大门被傅锦修狠狠地关上，也许他是在用这种形式在宣泄他的不满。我自嘲般地笑了笑自己，然后走进了卧室，开始收拾着自己的行李。随身的衣物昨晚已经收拾得七七八八，但既然要离婚，房子是傅锦修的，我就需要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搬走。我开始慢慢悠悠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，一边收拾一边回忆，3年来这个房子里有太多属于我和他的回忆。没过多久，我便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然后手写了一封离婚协议书。写完以后，我将离婚协议书放在餐桌上，环视了1周，这次真的要再见了。我改签了今晚的机票。我之所以留在这个城市，是因为有傅锦修的存在。我在这个时间并没有亲人了，所以几年以后，傅锦修就是我的全部。但当我每次把真心袒露给傅锦修时，
他从未有过呵护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的心伤了又伤。就当我在出租车上时，我却接到了医院的电话。请问是江南吗？我是，你是哪位？这里是长庚医院，你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现在需要你尽快来医院复诊。我怎么了吗？我前几天因为头疼去医院做了检查，这2天因为事情太多，就把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。你尽快来医院吧，医生并没有直接在电话里告知我，这让我心里更加的忐忑。司机，去长庚医院，我不禁苦笑一声，上天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，让我失去了爱人，现在连我自己都活不久了吗？我拖着行李慢悠悠地走进了长庚医院，在医院的大厅里却看见了傅锦修和赵媛媛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也许是我拖着行李的这般模样太过于引人注目，很快傅锦修便注意到我，他的眼神中有一丝疑惑地看向我。赵媛媛也顺着傅锦修的目光朝着我看了过来，看到是我，赵媛媛又往傅锦修的身边贴近了一些。傅锦修想要过来，却被赵媛媛拉住胳膊，他也就止住了脚步。这一幕刺伤了我的眼，但我也只是冷眼看了他们一眼，便直接继续朝前走去。而我现在命都快没有了，爱情对我来说还重要吗？我很快的就走到了医生的办公室门口，可我却停在门口不敢进去。我犹豫了很久，咬咬牙还是走了进去。医生，我是江南，医院打电话过来让我复诊，请问我是查出来有什么病吗？随后医生便从电脑上调出来我的体检报告。你的身体里有一个肿瘤，我们现在需要检查一下这是良性还是恶性。听完医生的话，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。你还好吗？医生看到我一直发愣，便拍了拍我。我没事，检查什么时候做？现在就可以。你打电话让你家人让他们陪着你。家人？我不禁喃喃自语，我哪里还有什么家人？我轻轻地摇摇头，嘴边带着苦涩的笑容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就可以。就这样，我被重新安排做了复查，然后肚子一个人办了住院手续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回想着我们这些年发生的事情，似乎沉浸在这段感情里的人只有我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。你去医院做什么？电话是傅锦修打过来的，一接通就是劈头盖脸的质问。和你有关系吗？我顿了一下，冷冷地开口反问他。圆圆在这里没有家人，所以傅锦修试图解释，但我现在并不想听，直接开口打断了他的话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放在桌子上了，有时间我们去把离婚手续办了。我大好的青春都浪费在了傅锦修的身上，现在我病了，虽然不能确定是恶性还是良性，但是这次对我来说就相当于重生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锦修。就在傅锦修说话的时候，电话里也传来赵媛媛的声音，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赵媛媛一定是故意的，从她回来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在不断的挑衅我。我挂断电话以后，很快傅锦修又重新打了过来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关机。一整晚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一直没有睡着。一早就有护士进来带我去做了检查，下午的时候检查结果就出来了，是良性的。听完医生的话，我原本一直提起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医院很快就安排了手术，果然上天还是眷顾我的，没能让我就这般死掉。手术成功以后，我才将手机开机，一开机未接来电、短信消息迅速地将我整个屏幕占满。我将手机随意地扔在床头的一侧，等到没有了消息的震动，我才将手机拿了起来。100多个傅锦修的未接来电，还有几百条他发送的消息，还真是讽刺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加起来还不及这几天的1/10。苏文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，我和他的联系并不频繁。在我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就选择出国留学，这次竟然也有几通他的未接来电。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以为你失踪了，回拨过去，电话就被迅速的接通了。怎么给我打这么多电话？我生病的消息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身边既没有什么亲人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所以我关机之后也并没有想过有人会因为我突然的消失而着急。你和傅锦修吵架了吗？他给我打电话说找不到你了。听完苏文的话，我真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我拖着行李来医院和傅锦修正好撞见。他如果真的在乎我，为什么从来没有来医院找过我？我们离婚了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没有任何的起伏，平淡到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置信。为什么？你们就在这时，傅锦修的电话打进来。我接一个电话，尽管我有千万种不想，但这个电话我必须接，因为我和他还没有离婚。你在哪？手机为什么关机？电话里的傅锦修依旧是这般让我讨厌的语气，永远是一副高高在上质问的语气。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？我和你之间只有离婚这一个话题了吗？听到傅锦修的话，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以前我求着他，想跟他多说几句，他都会嫌我烦，现在这是怎么了？不然呢？
聊一个有妇之夫是怎么和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、不清不楚的。还是算了，我嫌恶心。这些话我终于说出了口，这感觉真是不要太爽。你说话一定要这么难听吗？傅锦修的声音很低，有一些怒意，我能感觉得到他生气了。你事情都做得这么难看了，还怕我话说的难听？明天民政局门口见。傅锦修说完这句话，就直接挂断了我的电话。被挂断电话以后，我将手机丢到了一旁，把整个人都蒙进了被子里，眼泪不争气的从眼角流了下来，很快眼前模糊成一片。第二天一早没有出院，我便打车去了民政局。刚下车就看到了等在民政局门口的傅锦修，心里微微一酸，他还真是迫不及待。我一下车，他便也看见了我。我和他一前一后进了民政局。工作日早上人也比较少，很快新的证件就办了下来。江南走出民政局以后，傅锦修叫住了我：“有事吗？”我停下了脚步，但是我并没有回头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脸上的泪水。我和赵媛媛真的没有什么。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。不重要了。说完，我便径直地继续往前走，尽管我哭的样子很狼狈，但让他看到的背影必须要潇洒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便回了医院。我现在刚做完手术，还属于恢复期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没有难过，我更多的是释怀。我也终于不用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，不用担心他是不是爱我，也不用担心他是不是随时都会被别人抢走。我想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1周以后我出院了，我跟他讲述了我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然后对我说了这句话：“你来这和我一起生活吧，正好我们可以做个伴。”我和苏文的确太久没有联系了，我甚至不知道现在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些犹豫，因为我不想麻烦任何人。就在我开口想要询问的时候，苏文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我现在一个人，你来刚好我也有个伴，这个城市的确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，我不想再留在这个有傅锦修的城市里，所以我答应了苏文的邀请，去了法国。”就这样，我在国外待了整整1年。今天如往常一般，我回到家里，苏文坐在客厅里等我。怎么了？我看他的样子有些反常。傅锦修和赵媛媛在一起了。听到苏文的话，我端起水杯的手微微顿了一下。我点了点头。你还在意吗？苏文说话的语气有些犹豫，脸色也不是很好。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傅锦修和赵媛媛在一起，他的反应会这样大。不在意了。我在说话时特意看向苏文，他的确很反常。你怎么了？苏文的眼神对上我的目光，随即他便换一副很轻松的样子。没事，我就是担心你。他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转身上楼。傅锦修和赵媛媛在一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这1年以来，我拼命的工作，忙的时候就不会想起以前难过的事情。现在听到他们在一起的消息，内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波澜。1周后，我被外派出差，竟然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然后被迫逃离的地方。苏文最近也很忙，我们虽然住在一起，但见面的机会却很少。我在临登机之前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便将手机关机了。等我再次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竟觉得这个城市的空气都如此的好闻。接我的同事堵在了路上，我便在出口的位置等他，却没有想到我竟然遇见了傅锦修。江南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转过身，竟然看到了傅锦修。我没有说话，就是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他，我的心内有一些复杂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想法。你回来了。他一步又一步地朝着我走了过来，我站在原地没有动。突然他走到我身边，一把将我拉进了他的怀中。他紧紧地抱着我，让我有种喘不过的感觉。我用力地推他，他却抱得越来越紧。放开我！我挣脱不开他的怀抱，只能大声地呵斥他，让他赶快放手。不放！他轻轻地在我耳旁吐出这2个字，让我不禁觉得有些可笑。我和他结婚多年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用力地抱过我，每一次都是我主动地抱住他，他才敷衍地用手拍拍我的背，然后将我推开。怎么？你是一直都喜欢吃着碗里蘸着锅里的？我冷笑一声，有些嘲讽地说道。果然，傅锦修听到我的话便松开手。你见到我就一定要这样说话吗？傅锦修揉了揉眉心，说话也带了一丝疲惫。不然我们要坐下来喝杯茶叙叙旧。说话间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江小姐一个男人气喘吁吁朝着我的方向跑了过来。程先生，我仔细瞧了他一眼，他身穿黑色大衣，身材高挺，只是跑过来时让他的头发有些乱。是我，对不起，刚刚路上堵车了。他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，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。这时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，傅锦修的脸色不太好，他看向程先生的眼神自然也不太和善。不重要，
走吧，我不想解释太多我和傅锦修的关系。于我而言，从我踏出离婚大厅的那一刻起，傅锦修就已经不重要了。江南，傅锦修再次叫住了我。程先生似乎也是一个十分有眼力见的人，很识趣的开口说自己先去开车，让我在门口等他。傅锦修，给我们之间留一些脸面。说完，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，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。等我到门口的时候，程先生已经站在车的一侧等我，看到我走了过来，他绅士地帮我打开了车门。江小姐，我现在先送您去酒店休息，等明天我再去酒店接您。好，谢谢。我整个人瘫坐在后座上，脑子里不断回想起我和傅锦修之间的点点滴滴。我不清楚傅锦修这段时间以来经历了什么，让他有了如此大的变化。我再次打开手机，收到了苏文的信息，一路平安。我反复地盯着这4个字，脑子里有个奇怪的想法浮现出来，随即我便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江小姐，什么不可能？程云峰忽然搭腔，将我吓了一跳。没什么，快到了吗？马上就到，5分钟后，程云峰将车停在了酒店门口，当晚办理好了，入住在大堂，看我上楼之后便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原本想自己打车过去，一下电梯就看到程云峰站在门口等我。江小姐，早。他今天的穿着相比于昨天更加的正式，藏青色的西装穿在他的身上似乎格外的好看。果然人的皮囊真的很重要。程先生，你怎么在这？来接您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上车。你们公司的服务还真是很周到，车上的气氛总觉得有一丝微妙。我主动开口缓和一下气氛。江小姐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当然要重视。我侧过头去看程云峰，总感觉他的气质与司机有些不符合。入住的酒店距离公司很近，大约15分钟以后就到了公司楼下。程云峰还是一如既往的绅士，替我打开了门。江小姐到了，大厅里有人在等你。谢谢。道谢之后，我走进了大厅，总裁的秘书在等我。江小姐，您现在休息室里稍作休息，总裁马上就到。好的。秘书将我带进休息室以后便出去了。3分钟以后，门再次打开，程云峰走了进来。程先生。江小姐，又见面了。程云峰一脸笑意地看着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秘书也端着咖啡拿着文件走了进来。程总，这是江小姐。听到秘书的话，我感觉自己脑门上画满了黑线。程云峰就是总裁，而我却一直把他当司机了。程总，我一副标准化微笑看向程云峰。江小姐不必拘谨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了。程云峰坐在沙发上，翘起2郎腿，与第一次相见有种不同的感觉。既然他已经这样说了，我便也不再矫情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之中。和程云峰的工作对接还算是愉快，效率也很高，仅仅1上午就完成了今天的工作量。江小姐，我尽地主之谊带你转一转这里吧。工作完成以后，程云峰主动提出来要带我在这个城市转一转。我微笑着摇了摇头，礼貌地拒绝了。这个城市我比谁都熟悉，如果不是因为发生那种事情，我也不会离开这里。多谢程总的好意，我下午约了朋友，就不麻烦程总了。那好。不得不说，程云峰的确是一个有分寸感的人，他很热情，但并不会让人觉得反感。从公司出来以后，我打算去之前的学校转一转，那里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。看着大学里的学生，想到了自己学生时期的样子。如果当初我并没有自我欺骗的和傅锦修在一起，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？江南，我在校园里边走边回忆过去往事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叫了我的名字。我转过身，竟然看见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刘凯。我带有一丝疑问地看着他，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。你怎么来这了？我回来转转，尽管我和刘凯在上学的时候也并没有太多的交集，但毕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突然见面还是觉得有一些亲切。你和傅锦修怎么样了？结婚了吗？果然，和老同学见面免不了要提起傅锦修这个名字。没有。我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并没有打算和刘凯解释太多。他似乎也没有察觉到我的情绪，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会和苏文在一起，毕竟他们是青梅竹马，但我听说苏文出国了。苏文。听完刘凯的话，我不可置信地又重复了一遍苏文的名字。是啊，苏文。刘凯肯定地点了点头。不是赵媛媛吗？我之所以和傅锦修离婚，也是因为赵媛媛的存在，但现在刘凯为什么说是苏文？赵媛媛这个名字有些耳熟，当时傅锦修和苏文赌气，好像之后就和这个赵媛媛在一起了。我感觉脑子轰的一声，只有刘凯在说些什么，我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。直到刘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自己马上就要上课了，我才慢慢的缓过神来。我点了点头，等刘凯走之后，我依然直愣愣地站在原地。我的脑中不断着闪现着我们之前的片段。
我和苏文相识是在我追傅锦修的时候，傅锦修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一个风靡全校的人物，由于长相出众，每天在操场看待打篮球的女生特别多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我每天都会在结束的时候递给傅锦修一瓶水，尽管每次他都会拒绝，但我还是依旧每天给他。如往日一般，我依旧在篮球场等傅锦修，忽然一个女生坐在了我的身边，她告诉我她叫苏文。你喜欢傅锦修？面对苏文这样直白的提问，我也很直白地承认，我喜欢傅锦修。喜欢？我帮你追他。从那之后，我和苏文变成了朋友，每次他都能为我出谋划策，甚至从苏文开始出现以后，我发现傅锦修经常看向我这个方向。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，傅锦修就和我在一起了。但自从我和傅锦修在一起之后，我和苏文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远了。直到我们毕业，苏文出国，而我和傅锦修结婚了。结婚时，我第一个邀请的人就是苏文，但他只是转给了我贺礼，送上了祝福，并没有来参加。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当年傅锦修看的人不是我，而是苏文。我也不是赵圆圆的替代品，而我和赵圆圆都是苏文的替代品。就在我愣在原地回想当年的事情时，手机忽然响了。在国内怎么样？是苏文的电话，能听得出他今天心情不错。还可以。我此时真不知该怎样去面对苏文。你一直都和傅锦修有联系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出了口。我说完之后，苏文似乎停顿了一下。没有。怎么了吗？就是突然想起来我和傅锦修离婚的时候，他曾找过你。就在这一刻，似乎我和苏文之间按下了暂停键。苏文久久都没有开口。江南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苏文开口说话变得有些小心翼翼，他在试探我。没有，就是突然想起来，在我印象中，苏文对我一直很好，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我和傅锦修离婚以后，他都对我很好。我不想揣测苏文，不想揣测我和他之间的感情，但是刘凯的话却一直在我脑中环绕，让我久久无法忘记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再过一段时间吧。就这样，1周时间过去了，我在国内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。这段期间，我一直在刻意的回避程云峰，因为他对我有些过于热情，我从未想过我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，所以对于程云峰的示好，我一直假装视而不见。结束完工作，我回到了酒店，竟然看到了赵圆圆。她和之前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她依偎在一个男人身边，而那个人却不是傅锦修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，赵圆圆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，转过身也朝着我的方向看了过来。我能从她的表情看出她看到我是惊讶的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她不但没有躲避我的目光，甚至还朝着我走了过来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还能和赵圆圆如此心平气和地说话。当年的事，对不起。赵圆圆突如其来的道歉让我有些错愕，她这是闹哪出？但似乎态度看上去还是很诚恳。啊，你也别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我当时也不过就是帮了傅锦修一个忙。没等我说话，赵圆圆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傅锦修其实这个人很长情又无情，但我当年确实需要那笔钱，所以答应帮他。什么意思？回国之后还真是一个雷接着一个雷。就在这时，刚刚在赵圆圆身边的那个人出声叫了赵圆圆，他也只好先离开了，而我一头雾水地站在原地。难道当年我看到的事情不是真相？赵圆圆只不过是帮傅锦修演了一出戏，傅锦修为什么这样做？1年前，我本以为傅锦修出轨赵圆圆，但现在看来不是。其实这1年以来，我看开了很多。赵圆圆对于我来说，只是一个出轨我丈夫，但本身和我毫无关系的一个人。但苏文不是，自我认识苏文以来，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起码我认为是这样。赵圆圆走以后，我回到房间，反复思索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。这几天的信息量甚至比我之前的几十年都要多。怎么就会在我回国的这短短几天，让我遇见了刘凯和赵圆圆？就在我思考时，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我没有接，但好像我不接他就不打算停下来。哪位？江南，我们能谈谈吗？不用说名字，听声音我也能听得出来，这是傅锦修的声音。我自离婚起就不想再与傅锦修有任何的瓜葛和联系，但似乎总想有人逼着我去了解当年的事情。我告诉傅锦修我酒店的地址，1个小时以后，我在大厅里见到了傅锦修。江南，回来好不好？听到傅锦修的话，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并没有做，准备好随时要走，因为我并没有想过要傅锦修的嘴里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毕竟满嘴谎言的男人不可信。我错了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傅锦修站起身来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却被我迅速躲开，我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耐烦。你变了。傅锦修看到我的动作，似乎有些意外。
我和苏文一起在国外生活的挺好的，没有男人，我们一样过得很好。我是故意提起苏文的名字，想看一看傅锦修的反应。果然，傅锦修在听到苏文这2个字的时候，神色变得有些不自然。你们在内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我想让你回来。听完傅锦修的话，我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开了。我今天之所以见傅锦修，就是为了要测试他的反应。果然，他和苏文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。看到我要走，傅锦修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转过身看向了他，是想让我回来，还是想让苏文回来？我有些生气地质问他。傅锦修听到我的话，也愣在原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直接离开了。这一次我离开傅锦修，没有阻拦，也没有开口。整整一晚我都没有睡着，脑子里不停地想着这些事情。这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我不知该如何去面对苏文。我收拾好行李，打算离开的时候，在楼下的大堂却遇见了程云峰。他看到我便朝着我走了过来。你怎么在这？在等你。程云峰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。不好意思，我待会的飞机。可能我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程云峰便打断了我的话。给我个献殷勤的机会，我送你去机场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看到程云峰这般，我也不好再拒绝。一路上程云峰都没有讲话，直到车停到机场大厅的门口时，程云峰才开口讲话。到了，谢谢。就在我想要开门下车的时候，程云峰叫住了我。江南。我停下来看向程云峰，他一脸认真地望向我。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最重要的人怎么办？报仇。我停顿了几秒，看着他说出了这2个字。当他听到我说的这2个字之后，笑了笑，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。程云峰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但最终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将我的行李帮我拿下来，然后递给了我。江南，很高兴能够认识你。虽然我不明白程云峰的意思，但还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我也是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登上飞机。等我下飞机时，接到的苏文打来的电话。傅锦修出车祸了。听到苏文的话，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时候的我根本在意的不是我当年爱的傅锦修出了车祸，而是苏文为什么会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再聊。苏文显然被我的话一时给问住了。我半个小时以后赶到家里时，苏文正坐在沙发上等我。你回来了。看到我之后，苏文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紧张。你和傅锦修什么关系？我不想和苏文再继续兜圈子，这些年我就像是一个傻子一般。江南，你能冷静一下吗？我很冷静，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，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拳头，指甲甚至都已经嵌到了我的肉里，我都没有察觉到痛。我和傅锦修小时候就认识，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认识苏文多年，他的脸上从来都是一副冷静的样子，我从未在他的脸上见到如此慌张的时候。你们是相爱的，对吗？我不知道我在问这句话的时候，内心是有多么的绝望。其实我的心里知道答案，但我还是问了。江南。苏文试图伸出手来拉住我，我却往后退了几步。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笑话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便哈哈大笑起来，眼角的泪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江南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苏文，我现在觉得有点恶心。我狠狠地甩开苏文的手，跑了出去。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看着路上掉落的树叶，突然觉得我就和这些树叶一样。包里的手机一直都震动，我烦躁地拿出来，把手机关机，又重新扔进包里。脑子里全是被人背叛的画面，自己多年来就如同一个笑话一般。我在外面转到了天黑，心里已经做好决定，明天就找房子，然后搬出去。现在需要回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。我站在家门口犹豫了很久，一直在脑补自己待会见到苏文要做出什么反应。可等我做好心理建设，打开房门的时候，却发现屋内一片漆黑。我打开客厅的灯，发现茶几上有一张纸条。江南，对不起。我打你的电话你没有接，傅锦修出车祸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。我先回国了，这段期间我们都冷静冷静。我看完纸条上的字，冷哼一声，随即便直接将纸条团成团扔进了垃圾桶。既然他们都那么在乎彼此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起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我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，一阵羞辱感涌上心头。凭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羞辱感、愤怒的情绪占满了我。我将手机开机，订了最快回国的机票。他们好像早就预知了我的行程。我一落地就接到了苏文的电话。江南，你也回国了？苏文的声音很轻。即使傅锦修死，我也要亲眼看着他死。我的语气中说不出的决绝，一切都是他们的报应，不是吗？傅锦修他失踪了。什么意思？苏文的话让我停下了脚步，抬眼望去，程云峰就站在离我不远的位置看着我。昨晚我被叫到了医生办公室，等我再回病房的时候，
傅锦修就已经不见了。我能听出苏文声音里的疲惫，大概这一夜他都在找傅锦修。你现在在哪？警局。挂断苏文的电话之后，我才朝着程云峰走了过去。江南，又见面了。我直勾勾地盯着程云峰，总觉得他脸上的笑有一丝可怕。程总怎么在这？来接你。我回国的决定是临时决定，而这个消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已经回国的消息？程总怎么知道我回国了？我一脸警惕地望着程云峰，而此时的程云峰依旧是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。保密。说话间，程云峰脸上的笑意不断。你要去哪？我送你。不用了。说完，我推着行李箱从程云峰的一侧离开，打车去了警察局。苏文一个人坐在警局的休息室里，等我到的时候，看到苏文这般模样，不禁觉得有些讽刺。从前意气风发的苏文，什么时候这样不堪过？经过了一晚的调查，却没有丝毫的进展。医院的监控恰好在苏文去医生办公室的这个时间全部黑屏了，显然这个带走傅锦修的人是有目的的。傅锦修出车祸是人为还是意外？此时的我相比苏文倒是非常冷静。医生说傅锦修一直在服用有关于镇定的药物，可能是开车的时候出现了意识不清醒，所以造成了车祸。我和傅锦修在一起生活多年，我并不知道他有服用药物的习惯，但这并不能排除在我们离婚以后他开始服用此类的药物。苏文坐在一旁，一直扣着自己的手，他的精神似乎十分紧张。苏文，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在与我交谈期间，苏文一直低着头，从未抬起来过。没有。苏文摇了摇头。离开警察局以后，我和苏文一起去了傅锦修的家，也是我曾经和傅锦修一起的家。再次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心头涌上很多不明的情绪。我试着在密码锁上输入曾经的密码，没想到真的打开了。一开门就传来一阵刺鼻的味道，整个房间里充斥着烟味和酒味，我不禁皱了皱眉。屋内的家具陈设摆放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只是之前干净整洁的房间现在变得杂乱不堪。就在这时，苏文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苏文看着电话犹豫了许久，最终在我的催促之下才接听了电话。想要傅锦修活，就来牧野山庄。如果你报警，我保证他活不过今晚。通话是外放，我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。显然对面说话的声音是经过处理的。他回来报仇了。苏文挂断电话以后，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谁？我满脸疑惑地望着苏文，可此时的苏文如同疯了一般朝着门外跑去。我连忙将行李箱扔在这里，追着苏文跑了出去。刚好在苏文上了出租车之后，我及时地拉开了出租车的后门，也上了车。电话里的人到底是谁？你在隐瞒些什么？我看着苏文，突然觉得面前的苏文让我觉得十分陌生。能不能不要问了？苏文双手抱着头，脸上的表情显得也十分痛苦。我有些生气地望着苏文，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口。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牧野山庄的门口。下车以后，苏文飞奔地朝着牧野山庄跑去，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苏文奋力地反抗着保安的阻拦，硬是要往里冲。但显然苏文的力量远不及2个保安的力量。我伸出手拉住苏文，将他往后扯了扯。你好，这里有人约我们过来的。保安听到我的话，随即便互相对视了一眼。苏文，对。核实好身份之后，保安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房间内。我们大概在里面等了10分钟，耳边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：江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次讲话的人并没有做变声处理，我能听得出说话的人正是我刚刚在机场见过面的程云峰。程云峰，我说出了他的名字，很快暗处就传来了程云峰的笑声，而一旁的苏文一直在不停地发抖。虽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看到苏文这个样子，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，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很快，程云峰便走到了我的面前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绑架傅锦修？我皱着眉看着程云峰。绑架？我只不过是惩罚一下做错事的人而已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程云峰的脸色突变，猛地上前2步，用手紧紧地捏着苏文的下巴。苏文痛苦地叫出声来。我拽着程云峰的胳膊，试图将他的手拉开，可程云峰的力气很大，苏文脸上的痛苦的神情又加重了几分。程云峰，你快放手！就在苏文痛得快要晕倒的时候，程云峰放开了手，将苏文甩在了地上。江南，你还真是天真。说完，程云峰转过身，朝着窗边走了过去，将窗户打开。我从窗户中看到一个身影被绑在一个山崖间的一块石头上，这个身影让我觉得十分熟悉，似乎是傅锦修。程云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说完，程云峰便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扯着苏文的头发，将他的脸按着窗边的墙上。看到了吗？
你心爱的傅锦修正在那里等你。我看着程云峰此时的模样，如同疯了一般，我想上前阻拦，却被他身旁的人拉住。此时被按在墙上的苏文嚎啕大哭起来，嘴里一直在重复着对不起这3个字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站在他们的身后，扯着嗓子大喊。我们随后便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，走到了傅锦修被绑的地方。我看着奄奄一息的傅锦修，脸上毫无血色，紧闭着双眼。苏文看到这般的傅锦修以后，别过脸，再次嚎啕大哭起来。熟悉吗？程云峰强按住苏文的头，让他看着被绑在石头上的傅锦修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苏文始终重复着这3个字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们，我不知道程云峰与傅锦修和苏文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血海深仇，能使他变成这样。这1年来，我一个人的独处比较多，我没有亲人，没有爱人，只能将报警电话设置成为我的紧急电话，以防不时之需。没想到这次便派上用场。幸好2个保安只是束缚住我的胳膊，而他们的注意力也一直都在前方的程云峰身上，所以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动作。我按了紧急报警键。江南，你还记得程云海吗？程云峰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低下头问我。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，他自嘲地笑了笑。他是谁？我小心翼翼地问出了口。程云峰并没有回答，而是将苏文扯到了我面前，告诉他程云海是谁。苏文听到程云海这3个字时，整个人都变得十分紧张。说，程云峰朝着苏文大声地呵斥着。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苏文的身体一直都在颤抖，感觉此时的他神志不清。程云峰命苏文绑在了傅锦修的一侧，然后用水泼醒了傅锦修。此时的傅锦修十分虚弱，他的额头上的伤口似乎让他十分痛苦。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说着，程云峰便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枪，抵在了傅锦修的头上。程云峰，你不要做傻事。我虽然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也尽管我痛恨傅锦修和苏文对我的欺骗，但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却十分的难过。砰砰2声枪响，我眼睁睁看着傅锦修和苏文死在了我的面前，我的眼泪顿时从眼睛里流了出来。看到我流泪，程云峰有些慌张地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擦了擦我的眼泪。我嫌弃地将头扭到一边。别哭，程云海会心疼的。程云峰又提到了这3个字。程云海到底是谁？没等程云峰回答，警笛声已经传到了这里。听到声音的程云峰愣了一下，随即便命人将我带走。趁他们不注意，我将手机扔到了地上。手机我在刚刚报警的时候就已经自动打开了录音功能，刚刚我们的话已经全部都被手机录了下来。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？我被程云峰他们带进了一个房间里，然后随即又穿梭到另外一个通道里。我当时甚至感觉自己在走迷宫。直到过了很久，我被带到了一个类似于花园的地方后，程云峰便命人放开了我。我不会伤害你，可你杀我朋友！我双眼通红，怒视着他。朋友？程云峰冷哼一声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屑。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程云海又是谁？听到我提起程云海这3个字，程云峰顿了顿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没等我回答，程云峰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从前有一个男孩，他在大学期间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但是这个女孩却喜欢着另外一个人，而恰好这个女孩喜欢的人刚好是这个男孩的室友。他实在是太爱这个女孩了，所以他不忍心看着这个女孩难过，所以有一次趁着他们外出郊游的时候，这个男孩想替女孩追他的室友，可他们当时一直在海边，男孩始终找不到机会开口，因为这个男孩怕水，但为了女孩，那个男孩还是下了水，可却被他的室友推进海里淹死了。程云峰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脸上布满了泪水。就当我还沉浸在程云峰讲的这个故事里时，他又突然开口，这个男孩就是程云海，而那个女孩就是你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整个人都十分震惊，因为我对这个叫做程云海的人始终没有任何印象。那我还没有说话，程云峰便打断了我的话。你说傅锦修该不该死？我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，始终说不出一句话。我不会伤害你，因为他爱你。随即他便转身离开了，而我却被他的手下送到了警局门口。我不明白程云峰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杀了人，却还能把我这个证人活生生地送到警局门口。但即使内心有千万种疑虑，我还是走进了警察局，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警察。程云峰很快就落网了，据说他当时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等待警察上门。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已经是1周以后，我再次离开了这个地方。临走之前，我去祭拜了程云海，看着墓碑上的照片，我似乎找到了一丝记忆。其实到最后，我也不曾知道傅锦修是否爱过我，苏文是否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。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坐上飞往法国的飞机，我想可能此生我都不会再踏入这个让我伤心难过的地方。
也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一份程云峰发来的定时邮件。江南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为了我哥，我必须要这么做。这几年来，我一直都在监视着你们的生活。傅锦修和你离婚也是被我逼的，因为你值得更好的人。对不起，江南，这一次真的要再见了。看完邮件的我，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我是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，我不值得被这么多人爱。